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家里只要有红薯，就能做过年的小零食了。不加水，不放油，也不放糖，做法简单，配料干净，营养又好吃，出锅孩子抢着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几个洗净后的红薯。我这个红薯比较小，就准备了3个。把红薯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两头切下来不要了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这个红薯皮表面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。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20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2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，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。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把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。尽量多抓拌一会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细腻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红薯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大碗中。再取出压泥器，给它压成红薯泥，尽量多压一会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如果没有压泥器的，可以用擀面杖给它压成红薯泥。最后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再加入200克糯米粉。糯米粉呢，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去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。再下手揉成光滑的糯米面团，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牛奶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往里边倒入100克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把红薯糯米面团取出来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揪一小把红薯糯米面团，大约有30克左右一个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搓圆，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然后用拇指在底部给它攥出一个窝窝，给它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放上芝士碎，不用放太多。放这一小把就可以，再转动虎口向上，把收口处收拢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芝士碎漏出来。
包好后再放到手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圆润一些。然后像我这样4个边给它按压一下，给它按成一个正方体的形状，给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像这一个小方糕就做好了。剩下的红薯糯米面团，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上芝士碎，再做成这样的小方糕。先放一旁备用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烤盘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把做好的小方糕放入烤盘中，中间要留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在小方糕表面再刷上一层清水，每一个小方糕都给它刷上一层清水。刷好清水后，再撒上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每一个小方糕都给它撒上一些黑芝麻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黑芝麻撒好后，再用手按压一下，让黑芝麻粘得更加牢固。每一个小方糕表面的黑芝麻都要给它按压一下。全部按好后，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管190度烤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浓浓的红薯清香味和芝士奶香味扑鼻而来，像这样表皮金黄金黄的，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取出来。哇，好香啊！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薯糯米糕就做好了。表皮金黄酥脆，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刚拿出来的时候，表面的黑芝麻香气直往鼻子里窜，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。红薯的自然香甜，混合着红枣、葡萄干的酸甜可口，中间的芝士碎直接爆浆，奶香浓郁，拉丝的快乐谁懂啊？再加上糯米的软糯 Q 弹，口感丰富有层次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而且不放糖不放油，这种甜味是红薯和红枣的自然香甜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这样做的红薯糯米糕健康零添加，孩子吃着也放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